好，我们先开始进入下一节，这是泰勒展示泰勒定理的应用。好，这边是写泰勒定理。我在这边写了3个应用，最重要的是4.2。好，4.1我大概只要稍微讲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就好了。那4.1是针对我们在学极大极小的时候，好，我们留下了一个尾巴，什么尾巴呢？你记得那个2阶测试啊，说 f'(a) 等于0。那如果 f'(a) 大于0就是极小值，小于0就是极大值，对不对？然后我们留下一个尾巴 ，f'(a) 等于0，不知道。不知道相当于摆烂就是了，好，就是我就是不知道这样子。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在 f'(a) 等于0呢，的确有可能是极小，可能是极大，也有可能都不是，好，所以这没有办法，就是到这个地方你只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学了这个泰勒定理之后啊，关于这个东西呢，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了，那就是我上次讲，好，我上次在重新证明这个2阶测试的时候，我说。因为你有泰勒定理，所以 f(x) 呢大致上等于 f(a) 加上 f'(a) x 减 a， 对不对？大致上等于这样子。所以呢，如果 f'(a) 等于0，那我们这样写好 f(x) 减掉 f(a) 这样子。所以 f'(a) 如果等于0 ，f(x) 减 f(a) 呢，大概就是这个式子，这样子。好了，所以如果2阶导数等于0，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往下嘛，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往下做，就 f(x) 减掉 f(a)， 其实因为依照泰勒定理，我知道它大概等于 f'(a) x 减 a 加上平方。那这2个都等于0呢，表示在这边写的时候，这2项都等于0。那表示它其实是相对来讲算是很平的，所以你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需要第3阶导数，也就是说 f(x) 减 f(a) 大致上等于这样子，好，依照泰勒定理。因此，如果前面2项等于0，但是第3项假设3阶导数不等于0的话，那你就得到 f(x) 减掉 f(a) 呢，大致上就等于最后面这个式子。那因为这是一个3次式，所以呢，它没有极大值，也没有极小值，它事实上有反曲点，哦。所以其实在这一点，它事实上这个反曲点这样子，只是说它反曲呢是这个样子还是这样子，那要看这个系数是正还是负来决定。好，但是如果3阶导数也等于0，那怎么办？好，那就一样嘛。如果这个也等于0，只好再看下一阶，因为这表示它实在太平了。好，我们需要更细致一点的运用泰勒定理。所以写到这边，所以呢，前面这边全部都等于0，好，这边都没有了，只剩下最后一项。那假设这个假设4阶导数不等于0的话，那因此它就变成这个式，那这个地方就变成 x 减 a 的4次方，这边是正式负，这跟抛物线很像，啊，如果这个大于0，它就是极小值；如果这是小于0，它就是极大值。同理，一直往后，啊，所以你的重点就变成说，你要判断这个东西啊。你其实只要注意你在 A 那一点的微分到底它到什么地方开始不等于0，然后从那个地方你来判断。那判断基本上就是看你这个最后这一项啊是奇数还是偶数，就是它不等于0的项啊，不等于0的项。如果是偶数的话，它就可以判断极大极小值；如果是奇数的话，它其实就是反曲点啊，或者说它没有极大极小。OK， 所以这等于解决了我们前面的一个困扰。就关于这个极大极小，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不知道呢，我们现在透过泰勒定理呢，可以重新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好，这就是4.1啊，我懒得把它写成一个定理，因为它的基本想法很简单。好，我们下面要讲4.2，啊，是罗维达法则。罗维达法则这字以前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 hospital。这个是微积分里面一个很好用的定理。好，事实上各位在前面算极限的时候都蠢蠢欲动啊，因为你知道我都很想要用，所以我只好前面一直跟你讲不准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罗维达法则。不过我在前面讲罗维达法则的时候，不是你们熟悉的那个样子啊，因为我要从它比较根源的方式来讲。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在最前面有谈过2个极限。好，是趋近于1，对不起。那当初这个极限呢，我们可是花了一番功夫，因为这2个东西都很特别，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只好回到这个函数本身的定义，去看看它的极限应该是什么。那我们也谈过，这个极限很重要啊，因为极限有了这些极限之后，我们才有sin x、log x 这些微分才能够很顺利的做出来。不过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已经学过泰勒展开式。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写成这样子，也就是说呢，我们突然之间又回到一个你会算的状态，因为上面这个分子看起来像多项式，那以前这个极限啊，就算你再怎么不会，多项式除以多项式，也就是有理函数的那个极限，你还是会做的，所以我们会了泰勒多项式，因为它的展示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把任何函数呢都表示成你会算的类似多项式的东西，它顶多只是无穷项。所以现在呢，这个分子一下就回到你会算的东西了，然后你再稍微看一下，这 x 可以消掉，所以那个讨厌的部分不见了，0的部分不见了，所以它其实变成1减掉3阶乘 x 平方加上5阶乘 x 4次方。所以 x 趋近于0的时候，当然就等于1，就出来了。你也不用什么几何，也不用什么，你就是直接用泰勒多项式一看，而且这个极限是属于你会算的那种所以这个是我们学泰勒展开式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关于极限呢，本来极限很讨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函数，结果突然之间你如果用泰勒展示，什么东西都用泰勒展示一写，你也全部都会算了。现在变成这样子。那这边也一样这个也许我们应该先改成这样 ：limit h 趋近于1还是趋近于0 ，log 1加上 h， 写成 t 好了。这个地方我们是令 x 等于1加 t， 所以整个东西变成 limit t 趋近于0 ，log 1加 t， 那1加 t t， 所以这样子。那这个极限呢，我们现在写成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一章的第1堂课，其实我们已经算过 log 1加 t 的泰勒展示了。它的泰勒展示写起来是，如果你还记得 t 减掉 t 平方除以2 ，t 3次方除以3减掉 t 的4次方除以4 ，t。所以呢，再一次，你用刚刚的多项式计算技巧。就等于1，所以这极限也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呢，你经过这个泰勒展示我们学一大堆函数，现在突然之间全部又有一种工具，而且这工具呢是我们熟悉的工具，可以统整所有的问题。OK， 好，然后有了像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连这种例子都可以算了。
那这种例子本来是完全不知道怎么算。好，比如写成这样子。我当然不会说你完完全不会算，我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你要会算，其实这里面还是有方法的。好，你要稍微就是多写几个极限，让它补来补去，把它补出来，所以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就直接从我们刚刚的想法直接来做，所以它变成这样 ，sin(x) 还是一样 ，x 减掉3次方。那 arctangent x 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也看过，它是 x 减掉 x 3次方除以3加上 x 5次方，应该是这样，对，好，那这个式子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前面至少有一个，譬如说分母是 x， 比较简单，但现在就真的像你以前看过的那个有理函数的样子，多项式除以多项式，然后你怎么求极限？那 x 趋近于0呢？所以你把它写一下，因为上下同除以 x， 所以变成1减掉3阶乘 x 平方，5阶乘 x 4次方，1减掉3分之 x 平方加上5分之 x 平方。好，所以答案就是1。所以利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提出罗贝达定理。但是这个我也不晓得怎么讲，这是原始款嘛，因为目前我要写的这个罗贝达跟你平常看到的不一样，你平常看到的那个比较容易用 ，OK， 但是它的原理跟这个一样，这个是比较清楚为什么。好，那这个就是我写在151页上面这个还蛮长的地方。就假设 fa 等于 f 判 a， 写到第i 个。其实我要写的东西很简单，只是说，就写起来很啰嗦因为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大概已经知道我要写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假设我现在考虑 f(x) 除以 g(x) 就是我要假设我要算 f(x) 除以 g(x) 的极限 ，limit x 趋近于0。然后我假设呢 我写 a 好吧，趋近于 a。假设 fa 等于 ga 等于0，以至于你这个极限一开头你不知道怎么算因为它是这边是0，这上面是0。我们刚刚的3个例子都是属于这种例子，只是它比较简单，都在 x 等于0附近，好吧？这个不算就在1附近。所以好，这3个例子大概足以说明，我现在呢要把它写成像这样子，然后 x 趋于 a 的时候呢，我知道这边是0，这边是0，以至于你不晓得极限应该要怎么写。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好吧，那按照左边我就写成一个泰勒多项式的样子，把它写开来，泰勒展示的样子。因此呢，它的分子跟分母下面我应该是要解结果，但是我想这个地方我可能直接写下来就是我要把这个问题现在转化成你刚刚我已经看到的样子。这个想法很简单，只是写起来啰嗦而已。
我每一年上到这边，我就开始觉得我应该用 PowerPoint。好，这个就是我刚刚做的事情，我把它展开来。好，然后呢，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部分。如果我知道前面这些都会等于0，这边前面这些也都会等于0，一直到某一项才开始不等于0。如果这一项呢刚好是 i 跟 j 是一样，如果 i 等于 j， 那这个时候呢，这边的次数 x 减 a 的 i 次方，因为前面都已经等于0，好，你记得这些项我虽然写的这么辛苦但其实这些全部都等于0，全部都等于对。我照理说应该都不要写才对，好，等于0。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分子跟分母，这个已经是第一项，后面当然还有这 x 减 a 的 i 加1次方，点点点，这个是 x 减 a 的 j 次方，点点点。好，如果 i 等于 j。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同除以 x 减 a 的 i 次方，刚好把前面这两项消掉，对不对？这两项一消掉之后呢，这边就变成非零的常数除以非零的常数，然后后面的这些项呢，在 x 带 a， 因为你除以 x 减 a 的 i 次方的时候，这边因为比较高项，所以呢，你除以 x 减 a 的 i 次方，这边还是 x 减 a 的1次方，后面是 x 减 a 2次方，一直往后写，反正后面的次数比较高，所以当你带 a 进去的时候，后面的地方其实也都是0，其实也都是0。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圈起来这两项。然后如果 i 等于 j 的话，这两项消掉，刚刚好，就没有了。因此呢 ，i 又等于 j， 所以这两项也消掉。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极限 limit x 趋近于 a f(x) 除以 g(x) 等于。我把它擦掉，这样子 ，OK。然后呢，如果 i 大于 j， 还有 i 小于 j，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 i 比较大 ，j 比较小，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比较大，表示譬如说这 x 3次方，但是下面这边就是 x 平方，譬如说这样子。所以呢，你可以上下同除以比较小的这个，把这个除掉。这个除完之后呢，因为 i 比较大，所以上面还有剩下 x 减 a 的某个次方，但是下面这边已经变成常数了，因此你带 a 进去的话，它前面是0，后面是0，但是下面已经好好的是一个数，非零的数，但是上面还是0，因此它的极限就是如果 i 比 j 大的话，这边极限就是0。这样子，也就是说你的微分下面先到先变成非0，然后上面还在是0的时候，然后它的答案是0。如果 i 小于 j 的话呢，那就是无穷或不存在，因为它刚好倒过来。如果这个比较小，下面比较小，不，下面比较大，上面比较小的话，你用上面这个去除，除完之后，上面是一个常数，但是下面呢还有 x 减 a 的项。因此 a 带进去以后，这边会变成0，所以变成0分之常数，所以变成无穷大。OK，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统合了我前面讲的所有的东西。换句话说，所有东西都是比较微分两个函数呢在 a 的高阶导数，然后看看你算出来谁先到非0的地方，然后就决定你的极限是什么。那关于这个定理呢，有个统合的写法第二种写法。这个第二种写法就是你比较熟悉的写法。这个写法是说，我写在后面152页的上面，就是如果 f(a) 我写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等于0。如果 f(x)(g)(x) 你知道它第一项就 a 带进去之后等于0，那它其实它的极限呢等于下面的，就是各做微分以后的极限。
那这个看起来好像跟右边那个好像差很多，但事实上它是完全一样啊。仔细想一下，因为在这个做法里面，它其实就是这样：如果 fa 跟 ga 等于0，都等于0的话，那你知道它反正不能比，就看下面一个。然后呢，它在这个比的过程，你注意到它是用 i 大于 j，i 小于 j， 所以因此它等于是说你就一直往后做到第一次，做到第一次有某一个非零的东西出现。那个某一个非零的东西有可能出现在上面，有可能出现在下面，有可能两个都非零。那在这个情况就会变成这样子。那这三种情况，你都可以用这个式来算，因为你在计算的过程跟你在算这个其实是一样。你先看 FA、GA 等于0，你就说它等于下面。但是下面的如果它继续还是等于0的话，你就继续再用一次。如果 f 判 a 等于0 ，g 判 a 等于0，你就继续再维下去，就是变2阶导数。那如果这个还是等于0，就变3阶导数，一直算，一直往后算，算到后来呢，你出现第一个非零的时候，那个第一个非零就相当于我这边写了，有可能是上面先出现，有可能下面先出现，有可能两个都出现，但是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就到最后呢，会有个东西出来，相当于你在这边做微分的，做了很多次，做到第i次，然后出来，不过我们通常在计算我们的习题里面，通常这个你要算几次，大概算2、3次就出来了，那你算到第10次微分才出来是有点过分。好，那我现在回来看我们3个例子，有了这个例子之后又更简单了。好，我们回来看我们前面讲的3个例子。那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禁止你们，因为实在太好用。依照罗比达法则，这是0/0，这是0/0法则，这0/0的情况。所以因为是0/0，所以就是微分，微分是你们最会算的东西，就微积分来讲，cos x 除以1，x 趋近于0等于1，结束了，好，算出来了。0/0，因为 x 趋近于1，这个是0，这是0，所以变成 x/1，1，x 趋近于1等于1，好，出来了。这看起来也很复杂，我们看一下 sin x 微分 cos x，arctangent 微分1加上 x 平方，所以趋近于0的时候，1除以1，好，也出来了，就这样。所以非常快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极限呢都算出来，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所以我们通常呢都有一种问题可以出，你不要以为这个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极限最喜欢出一种问题，就是它一开头其实并不是0/0，但是因为你一看到这个，你就很想用罗比达数，你就一看到这种题目就知道老师要考罗比达，所以就开始微，开始往下算。人家在第一项都已经不是0/0，你还算，所以这个条件很重要，好，你们要记得我保证我一定还会再出，而且你们还是会错。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再往后看一些题目，我看一下，好，稍微看复杂一点了，因为刚刚这三个都太快。x 趋近于0。那这个其实好像也是你们在前面的习题。那前面做这个习题的时候，你其实要用 sin x 除以 x 的某种好几种变形去做。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来看第一个，先注意它是0/0，零带进去的时候，这是1减1是0，然后这是0。所以呢，依照罗比达，它是微分，所以这个是负 sin x，除以 x。那这个地方呢，它还是0/0，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用第2次，好好再用罗比达，所以变成负的 cos x 除以2，所以等于负1/2。那当然你可以说你在这边已经看出来它是负1/2，当然可以，因为 sin x 除以 x 你很熟，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让你看到，我用2次罗比达数，这是第1次，第2次。
那出这种题目其实很好出啦，因为 cos x 的展开式就是1减掉 x 平方2阶乘这样子，所以我就把 cos x 减1除以 x 平方，啊，然后它就变成-1/2加上多少？有没有很好出？哦，我把 cos x 的展开式写下来，然后把1调过来除以 x 平方，得到这个式，所以我就自动得到这个结果。OK， 那我强调这个只是让你知道，其实像这些东西啊，有很多基本上就是泰勒展开式。好。哦，我讲义上还写了另外一个方法。好，第一个方法就是做的时候是用泰勒展开式做，那就是我刚刚写的。OK， 好，就是说，就 cos x 减1是-2/x 平方加上后面的东西，然后除以 x 平方，所以消掉以后变成-2/1加点点点啊，这是消掉。那所以取极限的时候 ，x 趋于0就是-1/2。OK。好了，那这边两个都写，是因为要让两个样子都出来。那 Lopitas rule 很好用呢，是因为它后面啊有很多变形。那这些变形我就举一些例子。哦，无穷大分之无穷大的例子。这个在153页的上面。这种题目挺难说的哈，但是我要讲的是 x 趋近于 a f(x) g(x)， 它的意思是说，如果在 x 趋近于 a 的时候，这个趋近无穷大，这个也趋近无穷大，事实上它也有下面这个式子。f' x 所以 g' x。哦，我刚刚写这个的时候忘了讲一件事，这个 a 啊，其实也可以是无穷大，啊，就是趋近正负无穷大也是对的，啊，这个你们要记得，啊，我刚刚忘了讲，就是罗宾达这个法则呢，比你想象要好用 ，OK， 然后这个是，因为我是怕你搞混。刚刚这个是 x 趋近，这个 a 是无穷大，我写在那边。那这个指的是函数趋近无穷大 ，f(x) 除以 g(x)，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用。好，例子呢？例子有一种很无聊啊，比如说我出成x⁻1 cosecant x， 好，然后看 limit x 趋近于0。好，譬如说这种题目，那这种题目呢，你要能够看出来，它其实是0/0的变形，哦，因为无穷大就是1/0除以1/0，所以它其实是0/0。好，那这种题目呢，其实你直接微分好处不大，哦，你注意到它微分其实会越来越复杂，哦，注意到它会越来越复杂。所以并不是所有 Lopitas rule 啊，你在用的时候，你就是反正一上手就乱围一通啊。有时候你还是要看一下题目的。OK， 这个题目其实你要做的方式就是只好把它写成 sin x⁻1 x⁻1，所以变成 limit x 趋近于0 x 除以 sin x， 然后再开始用，也就是把问题改成0/0的样子。好。那这个我在讲义上没写，我在讲义上写的是那个比较重要的应用，但是这个是也很常见，好，就是我只要稍微写成这样，你们就不会了，那就很麻烦了。好，讲义上的例子呢是这个例子，这是趋近无穷大，好，那注意到它是趋近无穷大，然后在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个也趋近无穷大，这个也趋近无穷大，这个也可以用，好，这一样可以用。其实我应该写 x 的 n 次方啊，那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就是1的 x 次方呢比 x n 次方呢要快很多，好，那这个极限，所以依照这个写法，它就等于，因为两个都是无穷，所以直接微一次变成 x n 减1次方，但是1的 x 次方啊不动如山，更没动，所以它就是在那边等着
等着你慢慢变小。好，这是用到第2次，所以你一直往下做，做到后来呢，变成 limit n 趋近无穷大1的 x 次方，但这个地方终于变成 n 阶乘了，啊，变成一个普通的数。因此 x， 对不起 x， 就趋近无穷大以后呢，这就变成0，啊，所以这个极限是0，啊，那这些我没有证，啊，因为其实这些证明都有点啰嗦，但是你们要会用，所以我还是把例子讲了。我们上次谈这个罗维达法则，那我们谈到所谓0分之0，或者无穷大分之无穷大。这个我们称为不定式，基本上只是个符号，就让你知道说这个题目大概的样式。那这个不定式通常是0、无穷大或者还有1，我们等一下会谈到1、2、3、4、5的1所构成的。那之所以会产生不定式这种极限，就是你在谈极限 limit，也许我应该先复习把这个写完。那我们假设的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我们知道 fa 等于 ga， 等于0，这是假设假设这个等于0，然后这个呢会等于它。那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说它是0分之0的样子。这个0分之0指的是这个极限的位置，这个是0，这是0那相同的，如果在x 趋近于 a 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是无穷大，那这个时候当然你不好写成 fa 等于 ga 等于无穷大，所以应该是说或如果 limit x 趋近于 a f(x) 可能是正负无穷大。那这个或呢，指的是这个样子这无穷大分之无穷大。之所以会有这个不定式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其实是2种运算的牵扯。那这2种运算呢，它彼此之间的力量刚好就是一正一反，一黑一白，反正取得平衡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0分之0，其实我们知道0分之0它的意思是说，这个分母呢趋近于就是趋近于那个点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函数会趋近于0。但是我们知道趋近于0的时候呢，因为你是导数，所以其实呢它大概相当于0，然后这个地方会就是0分之1其实会越来越大嘛，然后这个0其实是越来越小，然后0分之1其实越来越大，所以在一小一大呢2个相乘之间其实它不晓得会乘出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记成这样，让我写个等号好了，这个等号完全只是就是样式上，就因为0分之1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无穷大，意思是说，当这个分母很小，然后这上面譬如说固定是1的话，那这个就会变成很大很大。那这个很小，这个很大，两个相乘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一个是变大，一个是变小。那如果你把一边固定变小去乘，当然会越来越小；如果你把这边固定乘越大，当然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2个同时在变，一个在越来越小，一个越来越大，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原因是这样子。那这个无穷大分之无穷大，其实也可以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解释只是刚好把它倒过来。这边的意思是说，你分子呢越来越大。但是你又知道，如果分母越来越大的话，就这个数本身来讲一个数分母越来越大譬如说你把它想成无穷大分之1，然后这个数呢其实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它会趋近于0。所以呢，这把它写下来，其实它也是0乘以无穷大的样子那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最根本的，为什么它会出现你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原因。所以如果就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的题目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东西。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3种不定式。所以我们看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应该就是0乘以无穷大的样子。看一下，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例 4.4， 所以该例 4.5。那例 4.5 呢，其实谈的就是 limit
x 趋近于零，零乘以 cotangent x， 不是零 x， 是这样子。那这个题目你刚看就是你刚刚学罗必达数，你可能觉得这个好像跟罗必达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是两个相乘，但是罗必达我们习惯一个写在分子，一个写在分母所以你要去分辨这里面，其实你要怎么用这个罗必达。x 趋近于零的时候，这个会趋近于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 cotangent 呢，因为是cosine 除以 sin， 所以呢，在 x 趋近于零的时候呢，它其实会趋近无穷大。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零乘以无穷大的问题。OK， 那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这个。那因为有这个等式，所以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至少你可以有两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成 x，你保留这个 x 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无穷大想成1/0，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它取导数的意思。所以呢，把 cotangent 然后想成是 tangent x。OK， 那这个题目就变成完全一样的题目，这个题目就变成这样子。但是变成这样之后，这个突然之间你就觉得好像是你很熟的罗必达的问题因为这就是0/0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虽然我们通常有经验的话就知道这比较不可能。另外是保留 cotangent x， 然后把这边写成 x⁻1。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穷大分之无穷大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它有两种可能的变形而且通常经验上只有一种可以做。所以即使是罗必达法则，在你经过这些不定元的这个训练之下，其实你会知道说，在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至于什么是比较好的方向，你多做题目就会知道。不然的话，你就只好尝试。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呢，我们用罗必达所以 x 微分是1 ，tangent 微分是 secant 平方 x， 这样。那这个趋近于零的时候，反正它是1嘛，它是 cosine 的导数，趋近于零的时候是1，所以答案就是1，就是答案就是1，这样子。那这个呢？这个你可以用罗必达，那 cotangent 微分是什么 ？cotangent 微分是负 secant 平方 x， 这个微分是负 x 平方分之1，这样子。消掉，那这个是还好，这个题目还好，它可以做，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不太能做，你还是要把它导回去，因为这边是 cosecant 平方，这是 x 平方分之1，所以你要稍微想一下，然后把它写成 x 平方除以 sin 平方，把它写成这样，所以你还是要把它导成0/0，不然的话，你如果到这边发现它还是无穷大分之无穷大。你又继续再微分，这个地方会越微了，它次数越大，你反而一直没办法做，所以就算你出一个错，把它围到这边，你如果心里一想呢，这样不太对头，赶快把它换过来的话，其实这样也是对的因为这个地方这个会趋近于1，这是我们上次讲，所以这是两种可能。那当然这个题目本身你也有可能把它写成这样，所以这是一种分析方式。那另外一种分析方式是把它写成。就是把 cotangent 拆开来，假设你觉得 cotangent 你很不熟，你就把它写成你比较熟的样子。好，比如说写成这样子，那这样也可以，其实有很多种可能的做法，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是要用到罗必达。或者说，但你可以说你在第一章已经会了，但是原则上我们上次已经用罗必达比较简单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变成1乘以1，所以答案是1。OK， 所以这个题目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这是下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不定式呢是另外的，有一个不定式的出现呢。刚开头你可能觉得有点突兀。关于这个不定式，其实还有好几种，有一个是1的无穷大次方，一个是0的0次方，
还有一个是无穷大减无穷大。OK， 那无穷大减无穷大我们很熟，它是不定的，因为这个很大，这个也很大，所以两个相减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不太知道啊，因为很大的数减很大的数你是不晓得的。如果是0减0，那就是0啊，但是无穷大跟无穷大我们不知道。比较奇怪的是这个，因为0的0次方我们也很习惯它不定式，虽然你们不太晓得它为什么不定啊。但是1的无穷大次方，你就会有一种倾向，想要说它答案是1。那但是你如果还记得我们在第1章的时候，我们谈过欧拉1的来源的话，你就会稍微小心一点，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啊？那我们仔细想一下，这边到底为什么会是不定的？那它应该有一个类似这边的解释，只是说在前面那边我们用的是乘除法，但这个地方你要用到指数跟对数的想法啊，应该是说用到指数。这边的意思是说，有一个数如果很靠近1，然后它要去取它的无穷大次方，那非常非常靠近1啊，是往1靠近。但是无穷大次方呢会把这个，因为无穷大会把1点多一点点，然后那个无穷大次方都会变成无穷大，所以这个做指数往无穷大次方做的时候，它会把它变大。但是趋近于1呢，它是把它变小，所以这里面呢它其实一样的，它有一个冲突啊在。一方面是变小，一方面是变大，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定的，啊，这是不定的。那0分之0啊，0的0次方其实也是一样，不过这个地方要小心。通常讲0的0次方指的是这个地方是从正趋近，啊，因为负的话，这次方我们就很难讲它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写，意思是说下面这个就是这个底的部分呢是正的，然后它很小。然后你再做一个很小的次方，那请问它会是什么？那这个也不是很一定，啊，为什么？因为它当这边越来越小，你当然希望它很小，但是问题是，所谓的0次方靠近0次方的时候，它有一个倾向是把它往大的方向，往1的方向拉，所以这个地方它到底会往什么地方拉，其实你还不太确定，这样子。OK， 好，我们其实做这个解释，还不如来看题目。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先复习一个你比较知道的。好，这个式子。那这其实就是我们讲欧莱1的定义。好，但你看一下欧莱1的定义，如果就极限线来讲 ，h 趋近于0的时候，这个地方靠近1，这是0分之1，所以是无穷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1的无穷大的问题，无穷大次方的问题。好，现在问题要怎么做？好，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在这两个问题呢？啊，对，我刚刚应该，好，因为我刚刚怕太抽象。如果你不怕抽象，我们现在来想一下，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处理？好，你现在可以对1的无穷大次方做 log。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就把它想成是数好了。那因此它满足对数律，所以变成无穷大乘上 log 1，所以变成无穷大乘以0，有没有？现在变成真正的不定式的问题，就是说你把这个问题你本来看不清楚，你把它做完 log 之后呢，它突然之间就变成无穷大乘以0的问题。所以你要解决这种问题，你其实要用到 log 跟指数。OK， 好，所以这是无穷大乘以0，0分之0其实也一样。log 0 0等于0乘上 log 0。那当然 log 0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个下面这个0啊，因为这个 log 0是下面的，它是正的，只是很小，所以因此我们都知道这个是0乘上，好吧？你最多把它写成负无穷大，这样子，所以它也是一个0乘以无穷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想的跟这个差不多。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这样讲是什么意思？这个极限我现在不晓得怎么做，但是呢，我知道它等于1的 log。好，那在这个做法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刚刚我写那个 log 出来了。好，因为你其实就是利用 log 把这个整个东西呢，把它变成0乘以无穷大的问题，这样子。好，那因为这两个是互为反函数嘛，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式子。好，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因此它就会等于1乘上 limit 趋近于0 log
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就用到1的 x 次方是连续函数，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极限的计算呢，直接把它搬到这边。那也许你心里面经常不太想这件事，你就直接算，那当然勉勉强强就算对了哈，因为这个直观上是对的，这还算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算 ，limit x 趋近于0 log 1加上 x。好，我们针对这个极限来计算，因此呢，它等于 limit x 趋近于0。好，这是对数率，好，直接用。到了这个位置呢，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变成非常典型的无穷大乘以0的问题了。OK，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这边做的问题，就类似这种问题。好，那这边怎么做？当然这边很明显了啊，看起来最适合的就是 x， 直接把它写成这样。那这个就是0分之0的问题，好，这是0分之0。好，所以 x 微分是1 ，log 1加 x 是1加 x 分之1，这样子。所以极限呢等于1，好，这边用罗必达。就是我假设你已经检查 x 趋近于0的时候，这是0，这是0，因此呢用罗必达啊，各自微分以后，然后现在趋近于0就等于1，等于1以后呢，记得好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忘掉的是这个要带回去，这里好，所以得到好得到欧来1。好。那这边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就比较离谱了哈。通常正常人是不会这样做，就是你不喜欢这个啊，你就是想要给无穷大分之无穷大一点机会，好吧？那就这样。所以譬如说，你可以把它写成 x 分之1 log 1加 x 分之1，好，比如把它写成这样，那你自己试试看好了。OK。我猜是这样，反正你做到某一步呢，你就会想，好，我再把它导一导，又回到0分之0的样子。OK， 如果做得出来的话，好，所以这不要抄啊，我没有鼓励你做这件事。就是说，你如果很闲，然后想要试试看，你就试试看。下面这个例子其实是从习题，我把习题搬过来，因为我想让你看一下0分之0的0的0次方的问题。就是 x 大于0，或者我写成 x 趋近于0，0正啊，表示它是右极限。那这其实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啊，1的 log x 的 x 次方啊，跟我左边那边讲的想法一样。反正我要处理这种问题，我就做个 log，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子。好，这次我可以直接写。我好像应该把它写上去才对 ，limit。对，我应该不要写中间，就直接这样写。好了，所以你得到这个问题又变成0乘以无穷大的样子。所以我们看一下 x 趋近于0正。那这个地方，这地方选择就稍微。因为刚刚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是要把 x 摆成 x， 哦，刚刚在这边是 x 分之1，那就算了。但是现在这个地方那要怎么摆呢？啊，其实这边有2个摆法，对不对？看一下，一个是把它写成 x 分之1 log x， 啊，这是一种摆法。另外一个摆法是维持 x， 但是这边要写成 log x 分之1。2个看起来都没有刚刚那个自然了，刚刚那个反正一看就知道这样摆非常合适，但这个地方呢，就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好，第一个应该比较简单，因为你在做 log， 至少做 log x 的微分，在这一步，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x 分之1。但这个地方看起来你要做好几次 log， 会有更多的 log 跑出来，好，
所以从往简单的方向的原则来处理的话，我们应该试这个，好，先试这个。好，就把它写成这样子。那这次呢，好，恭喜你，这就是无穷大分之无穷大了。OK， 这是无穷大，是无穷大。所以 log x 微分 x 分之一，这个呢是负 x 平方分之一。果然把 log 去掉以后，什么东西都好计算，这样一算以后就是负 x， 所以趋近于0。好，那既然趋近于0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就是1。这意思是说，如果你去计算 x 的 x 次方，那当然这个本来就已经有点难算了。但至少在 x 趋于0的时候，你不太确定是什么。好，那依照我们现在这个写法，你知道说，至少就这个观点来讲，零的0次方在 x 就是 x 慢慢从越来越逼近的观点来讲，它的极限其实是1。所以你如果硬要去定出0的0次方的话，可能定成1就稍微比较合理一点。我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定，因为毕竟它是不合理的，就原则上它是不合理的。好。但是如果是这个的话呢，这个微分里面会有很多 log 啊。算了，我不要算好了。就是你想就知道，你这个地方你如果要做，虽然这个问题是一个0分之0的问题啊，上面一个微分，上面这个是1，但下面这个 log 呢会微出东西，会出什么呢？好，我就算一个好，负1 log x 的平方啊 x 分之1，所以会得到负的 x log x 平方。好，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极限会变，这个微分完啊，对不起，就是假设你用罗比达微分完以后变这样，然后变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呢，当然比原来又更复杂。刚刚只是 x 乘以 log x， 到这边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不定式的下一个形式。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无穷大减无穷大的例子。这个无穷大减无穷大，倒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做，主要是说你要怎么去想它，跟刚刚一样，就是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去想它。无穷大减无穷大有一种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然后把它想成是0分之1减掉0分之1，好，这都不是数学哈，这都是符号运算而已。我只是说我这个这样写，表示你是这样想，只是这样而已。把它想成是0分之1减0分之1，所以它就变成通分是0，然后0减0，所以得到0分之0，变成这样的问题。好，所以把问题变成0分之0的形式。那还有一种比较少看到，或者说通常只要碰到这种，你其实都有别的方法做。但是你如果喜欢乱想，其实是有一个可以想。好，把它想成这样子，所以呢变成 log 1的无穷大除以1的无穷大。也就是呢，它其实变成这个地方会变成无穷大分之无穷大的问题。OK， 那我已经讲了，通常能够这样做都是非常的人工的哈。你可以自己出个题目自己试试看，好吧？这个我很少看到。我等一下可以举一个类似这样的例子，但你马上就发现其实你不需要这样算。但是这种很常见，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例 4.7。那这个例子，这例子的重要性其实还有一个，好，等一下计算的过程你会看到。这个问题的来源其实很简单啊，因为 sin x 我们已经说，它在 x 很靠近0的时候，它跟 x 分之1跟 x 差不多，所以呢，我就特别去想象，那这样 x 分之1跟 sin x 分之1也差不多，但是当然它们两个还是不一样，所以这个相减之后，请问极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来源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个，你先确定一下，这是无穷大减无穷大的问题。因为这是无穷大，这也是无穷大。但是呢，这个题目本身就吸引你做下面这件事情。
把它写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这就变成0/0的问题。好，我现在写的就是我刚刚这边写的，好，完全一样。好，所以呢，我们用罗比达。cosine x， 然后这个变成 sin x 加上 x cosine x。哎，我刚刚说这个问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这里。好，这是我们第一次罗比达没有一次就算出来。好，这是第一次我们算到这边，它还是0/0的样子。好，因为我前面有讲过，你有可能要算很多次你才会算出来，但是我们刚刚看的例子没有。好，这是第一次。就你现在用了罗比达之后呢，算到这边发现它还是0/0。好，有没有？上面这个是1减1嘛，那下面这个 sin x 都是0，所以其实它是0/0。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还需要再计算一次啊，所以再用一次罗比达。好，那这边呢变成负的 sin x， 这边变成 cosine x 加上 cosine x 减掉 x sin x。OK， 好，不要再做了哈，不要一直想要做下去。到这边上面还是0。但是下面呢 ，cosine 这边已经有东西了。好，虽然这个还是0没有错，但是这边已经有东西了。这个是2，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变成0/2，所以答案是0。所以这极限是0。这样，就是它俩很靠近，所以导数其实也很靠近。原则上你要做几次微分都有可能了。好，就看题目怎么出。我看看要不要再讲一个。我们看一下习题4.6的第2题好了。不过这说不定比较没有意思，应该一次就算出来了。不然我们来算 log 那个第3题好了。习题4.6的第3题。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那其实这2个例子来源很类似，也是因为它的线性逼近的关系。所以呢，你可以做通分。啊，变成这样子。那这么一来呢，这个就变成0/0的问题啊，因为 log1是0，然后这边消掉啊，0/0的问题。所以呢，用罗比达。这边呢 x/1减1，我这边没有，这个地方是 log x 加上 x/x减1。OK， 然后注意到它还是0/0啊，在这个过程，因为这边是0，这个是0，这是0，这样子。好，这边看你想怎么做，我们就直接微分好了，因为其实你也可以通分啦。通分可能通分，但是要除下来，会把这个问题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做好了，我觉得直接做应该可以做出来，好，我们就直接做。所以再用一次罗比达，所以这边变成负的 x 平方分之1，好，虽然看起来有点复杂。不过这1不见了，然后这个 log x 微分的是 x/1，然后这边是什么？这边其实是1减掉 x/1，好，所以是1就不见了。再微分一次，这边变成加上1/1。好，看看有没有写错。1减掉 x/1加 x， 好，变这样。OK。
但是趋近于1，好，所以这个答案是就直接写 x 趋近于1，所以这个是-1除以1加1 2，啊，所以答案是-1/2。这应该没想到了吧？好，有没有问题？这题目就已经比较特别了。这个极限如果没有罗必达，老实讲还不太晓得怎么做啊。有一个办法是想办法用泰勒展开是可以的，但至少你之前所学过的基本那些极限，现在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用啊，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主要是这样，譬如说简单，现在我要验证刚刚那句话就是这样。我如果告诉你答案是这样，哦，我先告诉你答案这样，然后请你证明这个，你一定想破头都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答案实在有点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再出一个例子，随便写一下哈，譬如说 log x 加1减掉 log x，OK， 然后 limit x 趋近无穷大。或者呢 ，log 2x 减掉 log x， 好 ，limit x 趋近于0正。那这两个例子都是典型的无穷大减无穷大的问题，啊，无穷大减无穷大，趋近于0正的时候，这是负无穷大，然后这边是正无穷大，所以还是一个无穷大减无穷大的问题。好了，所以这个问题你可以用刚刚讲那个 exponential 来做，但这种问题其实你一看就知道根本在耍你哈。这 log 在这边，所以你当然不会去想什么，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做法，你就直接把对数率一做 x 加1除以 x， 好，所以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是1，所以在一起所以这当然是0啊。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常识啊，就是 log x 加1跟 log x 中间啊，随着 x 变大，其实它中间的间距越来越小，哎，这个常识也还不错，好，知道这件事，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呢，一样，消掉，好，所以根本就是 log 2。但知道这当然其实你以前的对数率就应该知道，高中就应该知道。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是反正我们举了很多罗必达法则的例子。那当然例子要怎么样更复杂都有可能，但至少把基本的这些会做。好，就期末考来讲，这一节是首先罗必达因为是极限的问题，通常是一定，我说任何考试其实通常都会考。而且因为它用到的是微分啊，你在一片积分中间出现微分啊，你应该感到很高兴才对。OK， 只要不要太高兴，一看到就微分，这样就好了。OK， 好了，所以请好好把握。好，那下面呢？下面这一节4.3，我想这边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好，因为这一节其实我们在下学期的时候其实还会再谈到，会更正式的谈到，所以我在这边我只举一个例子，好，我说一下就好了。这一节我们称为解温方程。好，那当然你要先知道什么叫微分方程，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它。OK，那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微分方程是所有的物理一定会，因为所有的物理的定律写起来全部都是微分方程。那你要把真正的东西，你要预测的东西，你要把东西解出来，那这个我们叫解微分方程。那使用泰勒展示来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技巧啊，就是从有微积分开始就陆续一直在使用。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想找函数 f(x)， 它满足呢 f 判 x 等于 f(x)。好，我要找到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微分呢是它自己。所以首先呢，我要找一个东西，啊，然后中间牵涉到等式，所以这是一个方程式。因为我就在解某个东西，我想要解某个东西，但是这个方程式里面牵涉到函数，而且牵涉到它的微分，所以这叫微分方程，就这样。微分方程基本上就是这样，你有一个方程式，
但里面牵扯到函数微分，你要解的是函数。所以我要问这个是什么？那我现在如果问你这个，你知不知道任何的解？其实你随便就可以写出一个，有没有？啊，1的 x， 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现在问题当然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解啊，或者说你能不能再想出别的解？那你当然一聪明，你当然马上就可以想出别的。那我现在要展示的只是说，如果我们假设 f(x) 假设在某个区域好了啊，我把它写成泰勒展示。像这样子，就类似多项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我现在不晓得这个 f(x) 是什么嘛。我现在只是假设 f(x) 对 x 等于0展开呢，可以写成一个像这样子的展示。我这边写等号，假如它相等，或者至少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相等好了，都可以。然后呢，你现在就用你以前在泰勒展示所学到的东西。我本来这样写，但是写成这样之后呢，你就发现其实因为泰勒展示我可以做微分嘛，那微分完以后，它其实也是一个类似泰勒展示的就是一个无穷项的多项式的东西。这边也是，然后这边又相等，那多项式相等你本来就会做，所以突然之间你就觉得你掌握了一个方法，你根本不需要特别去记什么东西，你只要会做这个，你其实就有办法把它的泰勒展示给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我现在假设函数写成这样。所以它的微分呢 ，f tan x 是 a1 加上2倍的 a2 x 3倍的 a3。好，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它的展示，我们基本上知道它的微分要这样算。好了，你要让这两个相等，所以 f tan x 等于 f(x)。所以你这样就得到 a1 呢要等于 a0， 下一个是2倍的 a2 要等于 a1， 3倍的 a3 等于 a2， 4倍的 a4 a3。对不对？我之所以写这个是因为多项式，你想成多项式相等，所以它的系数要相等，只是这样。好了，那这样写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呢，告诉我 a2 等于2分之 a1， 但是 a1 等于 a0， 所以等于2分之 a0。这个告诉我 a3 等于3分之 a2， 但是 a2 等于2分之 a0， 所以它等于2乘以3乘以 a0。这个等于，这告诉我们 a4 等于4分之 a3， 但是上面告诉我 a3 等于这样，所以它等于2乘以3乘以4 a0， 所以你很快就发现，其实就是3阶乘 a0， 这是4阶乘 a0， 这边在做都一样所以你得到 a5 等于5阶乘 a0。那你如果担心你这个直觉是后面你不晓得怎么样的话，你可以把它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一样可以证明，因为你已经看出这个规律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得到的规律是 ak 或者 an 等于 n 阶乘 a0， 得到这个式子。因此呢，你现在把它写进去，所以 f(x) 呢现在等于 a0 加上 a0 x 加上2阶乘 a0 x 平方3阶乘 a0 x 3次方。写下来 a0 1加 x， 好，得到这个式子。好，如果你很熟的话，就可以写下来。现在得到 a0 1的 x 次方这样子。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刚刚只是写了一个 1x， 那现在呢，我写的这个有人就恍然大悟，对那这当然也对因为你把1的 x 次方乘上某一个数去微分的时候，其实也满足那个式子。不过你可能譬如刚刚没有想到你一想就想太难了，简单的讲。好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边就得到解出这个函数它可以写成这样子。那这种做法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当初在解这个文方程的时候，你有可能在你的心里面想的那些很基本的函数找，全部试完一遍，然后发现都不对，你就不晓得怎么办哦。但这个做法有点耍赖，好，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个方程在这边，我就假设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把它带进去，然后把系数比，整个写完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 f(x) 的一个类似这样子很长的级数，就是很长的类似泰勒展示的东西。然后就算你不会把它写成基本函数，你还是可以把它拿去用，因为这个东西又可以算，又可以微分，又可以积分，什么都可以做，哦。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呢，你要解的这个函数啊，你甚至还可以算它那个展开的那一点旁边的值，全部都可以，连图都画得出来 ，OK。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啊，在物理里面经常用，因为你如果你写的文方程从物理定律得到的文方程，但是你不会解，啊，或者说它其实解不出来，这有可能，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那至少它就可以帮你预测至少短期的东西，好，全部都可以做。OK， 那这是泰勒展示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好，虽然我的写的很短，但它其实重要性远超过这个长度，我现在写的长度。那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等到下学期还会再回来看这件事情。